21世纪的到来，汽车产业将迎来一个全面性的革命与商机，将由汽油车转变成纯电动车，这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局面跟趋势。那么，你是否能掌握这之中的商机吗？不管你是投资、就业、创业，你一定要来了解的趋势与未来。Hello， 大家好，我是 Kyl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频道专门是为一些不想花太多时间读完一本书的人而设计的。那我每个月会分享一本好书，那你只要花10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获得书中的一些有价值的知识。那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及支持这个频道啦。好，那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叫做电动车产业大未来哦。那为什么我想讲这本书呢？其实是因为呢，其实在近期呢，在各大车厂一直都在推出所谓的纯电动车啦。那再加上呢，各大政府呢，其实也都在大力的推广电动车相关的一些福利与政策。那然后各位有没有发现哦？近几年路上越来越多电动车在行走了，那我想从汽油车转变到电动车呢，这个将会带给我们在生活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哦。那今天这集想带各位呢，从电动车的角度来看一下投资哦，跟未来的一些趋势。记得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好，那首先呢，为什么要说电动车将是未来的趋势呢？第一，美国总统发布一道命令，然后在2030年前呢，电动的车的销售量要达到所谓40%到50%，这也就是意味着说，美国政府呢想带领全世界来推广电动车啦。那第二呢，目前已经有136个国家已经宣示哦，要在2050年要达到所谓的净零碳排放的政策啦。因为其实近几年这个全球暖化的议题哦，一直都有在讨论。那其实，在各个政府呢，他们也都一直在制定很多方法跟方案，到底要如何降低碳排放。那我想这个已经有很具体的目标了哦。那第三，世界各大车厂呢，其实包含了宾士、福特、富豪、宾利、本田、劳斯莱斯、现代、比亚迪等等哦，我想已经都把核心的目标都瞄向了所谓的2030年要全面生产电动车啦。那他们也说，其实在2030年或者是最晚在2040年以后呢，就不再销售所谓的燃油汽车了哦。所以说，根据这以上3点呢，可以很确切的知道说，电动车将会是未来的主流的一个交通工具哦。那么各位一定会很好奇说，电动车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呢？其实哦，电动车的发明其实是早于燃油汽车的哦。那我们时间追溯到1881年的时候，有一名法国人古斯塔夫特鲁夫呢，制造出全世界第一辆电动3轮车啦。但是呢，因为当时的制造成本还有电池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所以说导致它无法大量的生产哦。那接着在1885年的时候，德国卡尔宾士呢，其实发明出了第一辆燃油车，也就是所谓的汽车哦。那随着因为后来呢，其实燃油车的制造成本比电动车还要来的便宜很多啦，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燃油车就开始慢慢的变成一个主流的一个交通工具哦。那各位呢，一定会很好奇哦，电动车的关键技术到底有哪一些呢？那掌握这些方向呢，跟趋势，我想你就会知道说未来该专注在哪里啦。关键技术1，电池。从以前到现在哦，电动车的核心关键技术一直都是在电池上，尤其是电池中的电芯哦，这个技术门槛比较高哦。那所以说可以多关注这方面的一些资讯跟公司的发展。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近几年的电池技术呢已经大幅的进步了哦，所以说在生产制造的成本也就跟着降低啦。那从电动车来看哦，其实分成3大种类，第一种是纯电动车 BEV 哦。第二种是油电混合车 HEV， 第三种是燃料电池车 FCEV。那以现在目前市场上的主流销售的车款，大部分都是以纯电动车跟油电混合车为主要啦吼。那这边我也免费附上3种类型的比较表哦，提供各位呢，如果说你有想要换车的人哦，可以做一个参考。关键技术2：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是人类一直以来在努力的一个目标哦。那现在大部分的自动驾驶都是在 Level 1跟 Level 2哦。那只有极少数的一些车款哦，它是拥有所谓的 Level 3哦。打比方说像特斯拉哦，最近发表的 Cybercab 哦这一款车型呢，其实搭载的是 Level 3的自动驾驶哦。但是要达到所谓的完全自动驾驶的话，必须要有到 Level 5的等级哦。这个目前是全世界在努力的一个目标哦。那自动驾驶里面其实有一套很核心的系统，叫做 ADAS 系统。这套系统目前呢，各大车厂跟各大开发商呢，其实都在努力的开发跟研发哦。那并且往更高阶的模式在发展。那我这边呢也附上这个自动驾驶的等级表跟 ADAS 系统补充说明，然后提供大家参考。关键技术3：三电系统跟马达。什么是三电系统呢？简单来讲，就是说三电系统呢，其实就是把电能转成各动能，让车子可以运行哦。那三电又分3大系统，第一个是电池系统，第二个是电机系统，第三个是电控系统。那这边我就不再做详细的说明哦。那到底要如何去搭配哦，跟整合这3大系统？我想这个是各大车厂所要挑战的一个议题哦。那这边我也附上了补充说明给各位参考。好，那另外呢，电动车的动力呢，其实是来自于马达的驱动哦。我想这一点哦，跟传统汽车来比的话，是有完全不同的一个构造哦。那马达又分成2种，第一种是直流马达，第二种是交流马达哦。那这边有个重点想跟各位分享一下，交流马达里面呢，其实有一种叫稀土金属哦，叫做铝铁硼哦，这种金属哦不易取得，而且量也不多，所以说它的开发成本就是非常的高哦。那作者在这边也有提醒各位，就是说，其实未来人类在开发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必须要很多材料必须要去找替代品哦。所以说，我想大家可以去多关注这个方面的一些议题哦。关键技术是 IC 制造。由于电动车所需的 IC 晶片比汽油车还要来得多哦，那所以说 IC 的制造也是一个很核心的技术。那台湾对于半导体的制造在国际上具有很好的竞争力和舞台。那过去20年来呢，其实台湾在晶圆代工的封测业务上面呢，都拿下了全球第1名的位置哦。那 IC 设计也仅次于美国啦哦，排名第2名哦。好，那紧接着呢，重头戏来了，我们就来说一下啊，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一下电动车。然后我在这边简单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的观点跟见解。好，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呢，一直都在推出新的法规跟新的政策哦，其实都是为了要降低碳排放哦。那其实各个国家已经都很表明是说，目标就是要在2050年要去达成这个愿景哦。所以说，你看，包含像欧洲，他们也导入了所谓的 C-band 的政策哦。我想这个 C-band 是什么？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哦。那另外呢，根据彭
博社的报告呢表示呢，其实在2030年的时候，电动车的渗透率呢将会达到34.7%，那销售量会来到了3300万台咯，那市场规模将会有9900亿美金的规模哦。那随着时间的推演呢，其实2040年渗透率会达到所谓的68.7%，市场规模会达到有1兆9800亿美金哦。我想电动车的市场跟其他的产业比较起来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它的市场规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有潜力的哦。所以我想这个是大家真的是务必可以去多去关注哦。那另外呢，还有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4大关键技术，从这些技术都可以去延伸出很多的东西跟重点哦。打比方说像电池，生产电池到底需要什么材料？哪些材料又是特别重要的呢？那自动驾驶的系统 ADAS 系统的开发，有哪些系统厂商目前是在积极的开发？那你到底有没有有哪些突破哦？那还有3电系统跟马达如何去整合跟搭配，并且让这个马达的技术更上一层楼。还有就是说，在马达上的一些材料，哪些材料是可以找到新材料来代替哦？这些都是以后未来要关注的哦。那 IC 制造呢？其实台湾半导体的制造呢，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地位的哦。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那比如说像TSMC 台积电一台电动车的 IC 晶片也多达到140种以上。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谈到全自动驾驶的电动车的话呢，它的 IC 晶片将会要到200种以上哦。所以说，我想这个需求是将会迎来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成长啊。那因为电动车的产业的供应链真的太广太大了哦，所以说牵扯到的产业别真的太多了哦。我这边就附上作者有整理的一个表单，而且都帮各位分类好了哦。那这边就免费与各位分享啦。那希望呢能帮助到各位哦。那我想这些公司大家都可以长期的去关注看看哦。那因为有太多的零组件，其实我个人认为都是长期是看好的哦。好，那最后呢，想跟各位说的是说，电动车其实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哦。那以后你在车上哦，电动车上面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哦。那我想不管之后你是要做投资也好，还是说要就业找工作，或是说你要创业哦，其实这个领域呢，其实真的是很值得去参考的。那这本书绝对能让各位呢，对于未来的思路可以更加的清晰了哦。那希望呢，各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跟自己要的一些内容哦。那希望各位会喜欢啦。哦，那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呢，那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及支持这个频道了啊。那做这个影片呢，真的非常辛苦，花了非常多时间整理出这些重点。那希望大家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就下本书见喽，拜拜。